你看着我。哎，你怎么不拍啊？拍呀！哦，亲呀，来亲。亲。这味儿太低了。这段时间没去学校找你，你居然就跟小金总谈起了恋爱？没谈过。是姐姐的婚？嗯。什么时候的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生日那天。你搞出事了！你们同学间的悄悄话讲完了吗？小金总你好，我是开发部的实习生梁晶晶。我和小北比较熟，所以聊的东西有点多。有多熟？从初中就认识了。青梅竹马呀！小金总，今天我请客。不用了，你打工也不容易，赚点钱省着点花。金小姐，你让晶晶请吧。她除了这家咖啡厅，还有1个果园、2间茶室、3间茶。原来是天真烂漫、富家千金和落魄公子两小无猜的故事。小北，看来我们家小北以前多亏梁小姐照顾了。我照顾的比较少，我妈照顾的比较多。他难道以为我和晶晶？小北以后有我照顾，梁妈妈的爱心可以分给别的小男孩。梁小姐，你的实习……对了，晶晶，你跟姨妈说一下，下个礼拜我会去看她。好。你跟姨妈也说一下，下星期我也……姨妈？姨妈是谁？我妈呀。你妈是她姨妈？对啊。那你是……她是大我10个月的表姐。表姐？对啊，小金总，没想到你和小北结婚了。哦，对了，您刚说我的实习怎么了？我说你的实习工作，我想了解一下。喂，丘比，市场部梁晶晶的工作表现怎么样？梁晶晶？谁是梁晶晶？非常优秀，能力突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你要被绑架，你就眨眨眼。梁小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转正了，以后有任何工作上的问题，欢迎来找我。谢谢小金总，我会努力加油的。表姐当前敌，搞这么丢人的误会，怎么回家生孩子啊？我先试探一下他的态度。等等我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买个东西给你。等我。哇，棉花糖，来尝尝。突然给我吃糖，知道男人的心思。甜吗？
那什么？嘴上没东西啊？不是让你看嘴巴上有没有东西，快点。快点什么？你说呀。现在是甜甜的啦，你可以来亲我啦，然后回家生孩子。大街上你说什么呢？我说，你帮我生孩子这件事儿，我一个人工作能力再强，我也完成不了啊。我帮你？所以你一大早上就是为了……金蓉蓉，你跟我结婚难道就是为了生孩子吗？我们都结婚了，现在是合法生孩子，这件事我真的很需要你。所以你需要的不是我，只是我的功劳。哥哥姐姐，买束花吧。不，谢谢，不要啦，你去一边玩吧，我们在说悄悄话呢。我都听到了，你们在聊生孩子的事。哥哥姐姐，买束花吧，买束花对生孩子有帮助。行，你的花我全要了，好吧？来，扫一下。去吧。谢谢姐姐。妈妈，我把花都卖出去了。那生孩子的事，你先把花收了吧。你哪儿不舒服啊，小北？小北，你别吓我！小北，后脑勺扎进一颗钉子也叫小意外。当时那片区域也没监控，亲戚们都觉得小北是因为叛逆跟校外的不良少年打架惹出来的事儿。小北17岁的时候，顾家发生了不少事儿，他那俩哥哥都是继父带进来的。后来他的妈妈去世了，顾家股份都被那俩哥哥给占了。关于他到底被谁打了，就更加没人管了。怪不得他要去酒吧驻唱。小金总，你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小北的表姐，才让我参与新城区的开发案吧？怎么会？我一向公事公办的。你先去工作吧。好的，小金总。Yes。哦，对了，别让小北知道我找过你。我竟然逼这么可怜的他跟我结婚，还把他当成生孩子的工具，我真是个人渣。喂，你在我们公司楼下，我这就来接你啊。梁晶晶，你真是太优秀，竟然不用靠小北的关系就得到了小金总的认可。金副总，您别动。我知道您遇到我就会倒霉，所以我马上消失。西斋，对不起，金副总，对不起。没事吧？梁晶晶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！对不起。哎，你这个梁晶晶什么皇亲国戚的来的啊？这刚转正就进了新城区的开发案，他加入开发案了？那可不，还是小金总钦点的。游泳，你帮我去做一件事，把这个复印下，给大家发一下。好的。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，今天下午4点半咱们开会，别迟到了啊。OK。好，小金总。我来公司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怎么会？公司都是些七七八八的事儿。待会儿我们先去吃午饭。楼下那家餐厅特别好吃。
金董，不得了了，你们家女婿来公司了。小金总，您在吗？我找您取个文件。小金总，小金总，您在吗？好的，小金总，您不在。你也是金董派来的对吧？啊，对，来人了，快！小金总，我拿文件给……啊？你那个角度怎么样？啊，还行。OK。啊？不在啊。哎，你哎，你们进来吧。我突然来，会打扰到你吗？不会啊，见到你我可高兴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哎，女主角都不在，你拍什么呀？天天一堆事儿，你今天来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没事。你肯定有事儿。我真没事。你几点下班5点啊，工作忙完就可以下班。你看着我。哎，你怎么不拍啊？拍呀！哦，亲呀，哎亲。亲。这味儿太低了。你放了几个屁啊？你们在我办公室干嘛？
我让你去查一下梁晶晶的资料，你跑到荣荣的办公室去偷拍什么？梁晶晶能进新城区开发案，肯定大有来头。她真实资料一定就在小金总的办公室。结果呢？梁晶晶在小金总那儿的资料跟在人事部的一般无二，所以说她不是间谍。间谍？荣荣把间谍安插在自己公司的项目里，不派到别的公司去？这脑子呢？有道理啊。你想好说辞，晚点跟我去找荣荣道歉。哦，好。西晨，我躲在衣柜的时候，我可是看见姓顾那小子偷偷的在用小金总的电脑。说吧，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非得躲在衣柜里？我是被他们拉进去的，然后不知道谁在里面放了个很臭的屁，再然后小金总您就来了。不是你说放屁，你看我干嘛呀？是吴有用放的，我能放屁放那么臭？就是你，谁放的屁重要吗？你先出去吧。哦，你回来。我呀，就是进来拍点东西，然后我一进衣柜就发现吴有用啊，他也在拍，结果他放了两个特别……说吧，老金头让你干嘛来了？老金头，你怎么知道是金董让我来的？废话，他是你爹还是我爹？金董让我拍摄一点你和顾同学的办公室甜蜜日常。相机给我。我这次真没拍到什么东西。给我。蓉蓉，够你用了。蓉蓉，我跟你说件事。金副总进我办公室连门都不敲，这么着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用看到刚刚那个姓顾的在你办公室用你的电脑，他每一次出现的时机都那么巧合，你就没有一点怀疑吗？首先，他不是那个姓顾的，他是我丈夫。我丈夫在我办公室用我的电脑有问题吗？其次，请问金副总让吴有用偷偷来我办公室做什么？这是个误会，我没有针对他的意思。自从你接纳我进入金家，我们就是兄妹，我们能不能合作一次？金西晨，我再明确的跟你说一遍，金朝集团是我的公司。我之所以接受你进金家，是因为谢谢你救了我。除了跟你维持表面的关系之外，我不会跟你达成任何合作。就算你不相信我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你可以看一下监控。哼，这么厉害啊！这么容易就把金蓉蓉的竞标底价给弄到了，有你的！你最好说到做到，把我母亲的那栋楼还给我，不然的话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？那栋破楼对我们也没什么用，只不过呀，我高估了金蓉蓉。什么女强人呢？哎呀，只不过是个没脑子、贪图美色的白富美，被你这种小白脸给骗了。
轻点儿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小兔崽子，等我拿到那块地，我弄死你！小王八蛋还挺有劲儿。还没吃饭啊？不是早让你回来了吗？怎么刚到家？我学校突然有点事，我回去了一趟。下回让丘比送你吧，一起吃饭吧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等等，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小心撞到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跟我过来。我说了，我没事。别动。你知道我跟老金头从小关系就不好，是为什么吗？他想关心我、了解我，从来不肯正大光明的告诉我，总是背着我做很多事情。你看今天他又让丘比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，我要是不了解丘比，以为他是被派来的间谍呢。小北，你今天来我办公室是干什么来了？我说了，我就是去看看你。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丘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，老金头不小心摔断了腿。叔叔伤得严重吗？要做手术，我明天一天都得陪在医院。小北，明天的新城区开发案竞标会，我授权你代表我去，可以吗？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先去医院了。
他以你的名义放弃竞标。你的眼泪也在侧脸，我习惯翻看着你的照片，参与爱过你后续的考验。蓉蓉，你为什么要顾从北代表公司去竞标？现在他放弃竞标了，这所有的后果谁来承担？没有后果，也不需要承担。金蓉蓉，你在感情用事。金希晨，你在自以为是。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起，你一直在自以为是的高估自己的能力。新城区开发案，你一直想让我跟你一起合作。你现在知道我拒绝你的原因了吧？这块地有沉降的风险。老金头在整个项目里给了我们不少风险提示，包括这块地过度抽取地下水。可你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完全忽视了这些端倪。简单点说，这块地表面是个香饽饽，实际上谁中标就砸在谁手里。现在你明白了，放弃竞标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喂，陈总，我晚上喝。下午见。找我有事儿？听说晚上会下雨。晚上下雨我有车，车里有伞，就算没有，丘比也会给我送过来。没必要打伞吧？我看还下着一点。先回家吧。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解释完，再决定
要不要让我跟你回家？来，喝水。晶晶，嗯，你帮他换一杯热的吧。哦，把我观察的挺仔细呀，为了接近我，没少做功课吧？这是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发现的你的生活作息。我知道你对低温特别敏感，所以家里没有冰箱，空调的温度必须保持在26度，所有的饮料里不能有冰块出现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弃权，直接把材料送上去怎么办？原来你早料到了，我还担心。是担心我被你骗，还是担心我看不出这个案子有问题？小金总，小北是有苦衷的，我解释啊。晶晶，你年纪小还不懂，不管是大男人还是小男生，他们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永远做不到以诚相待。在整件事情还没有落实之前，我不确定你会相信我，但我为了让顾家那2个兄弟彻底相信我接近你的目的，他们才会孤注一掷去竞标。现在他们负债累累，等过段时间那块地的问题显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出让股权，我也就能完全收回我母亲的产业，替我妈妈守护好她所有的心血。没有提前告知你这些，对不起。那你现在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近我的？是我出现在顾家那一天，还是酒吧外巷子的偶遇？其实从你一开始出现在酒吧，我就在找机会靠近你。顾从北，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！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就算没有这件事，我也会……什么一见钟情？你当我是17岁高中生吗？会相信一见钟情这样的鬼话？鬼话？当初你让我跟你结婚，也说过对我是一见钟情。哦，难道你是为了骗我跟你结婚，随口胡说的一见钟情？什么叫我骗你跟我结婚？我是正儿八经跟你求的婚，你也自己亲口答应了的。哦，那要说骗，你没骗过我吗？我对你隐瞒部分事实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利益上的损失。晶晶，你过来。哼，你看清楚男人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还有，要是以后哪个男生跟你说他对你一见钟情，你千万不要信。对，以后哪个女生再对我说什么一见钟情，我也不会再信。你都跟我结婚了，你还要听哪个女生跟你说一见钟情啊？等一下，你们不是该好好谈一谈开发案的误会吗？怎么会扯到一见钟情呀？一见钟情重要吗？重要。哎，小金总，小金总，你消消气啊！小金总，小金总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要是小金总，我也被你气死了。我没想跟他吵，他是心疼你，为了帮你引顾家那俩傻子入局，故意推动开发案。长点心吧你。秦小姐，离婚协议我不会签的。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离婚，不是为了离婚，是为了争家产。什么狗血！秦小姐，你开门，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聊一下。我承认整件事情。金小姐，金小姐，我是你的室友吗？我没有名字的吗？
我喊你金小姐，是因为你像顾同学的喊我，我表示尊重，只能喊你金小姐。你尊重我，你认识我第一天就留在我家过夜。我留在你家过夜，是因为你当时说很冷，又吐又哭又闹的那种情况下，我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吗？我照顾你一整晚的事，你都忘记了吗？还有这出。那之前呢？你干嘛跟我回家？你就是对我见色起意。我见色起意？我见色起意？你当时忘了你对我怎样的了？我怎么样？这样。然后夕阳悄然划过了天际，像我追了你千百万里。我知道了，顾从北，那天就是你把我的长岛冰茶换成酒的吧？换成酒？我还纳闷了，我点的明明是茶，怎么就变成酒了？你这个人真是为了利用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虽然我确实有故意接近你的嫌疑，但是长岛冰茶真的是酒，不是茶。不信，自己看，看。所以呢？所以长岛冰茶它就不是茶，是酒啊！所以你就为了一杯长岛冰茶这么凶我？长岛冰茶真的是茶，不是酒。重要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……今晚我在你房间睡。长岛冰茶真的是酒啊？这点常识我都不知道，太丢人了。怎么这么冷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……今晚我在你房间睡。哎，你突然到我房间躺下，想干什么？我睡你房间，你睡我房间不就行了？我不去。你是不是在想办法整我？哎，你最好赶快回自己房间啊，不然我……霓虹的闪烁，放灯在对街，下个
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不应该跟你讨论长岛冰茶是不是茶的这种问题。我跟你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这是我房间。我现在不冷了，床也热了，你去我房间睡吧，我空调坏了。金荣，你有病吧？你就当我有病，出去。帮我把空调开到26度。所以我的作用是暖床。你以前竟然吃冰淇淋，已经可爱多了。我不会再给你换房间的哦。顾总贝，你过来一下，我好难受。我马上过来。怎么样？修好了没有啊？应该是系统失灵了，可能坏了吧。那怎么办？今天能有人来修吗？明天再找人修吧。行，这个家太冷了。今天要是冷的话，多加一床被子。我会冻死的。要不我去酒店吧，酒店里应该是好。金小姐，金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就坏了？今天早上还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金小姐，金小姐，你看着我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试试啊，深呼吸，感觉怎么样？还是好冷。金小姐。好冷，好冷，肯定是有人故意弄坏的。快听心里的声音，仿佛有某种穿透力，会更加坚定。想把你抱紧，这次把你看仔细，是你来到我生命，告诉幸福原来很容易，没人代替有你在的梦境。再见你，直到梦醒，等下课留
吃吧。哦。昨天晚上的事儿，谢谢你啊，我对温度确实有点苛刻。不过那件事还是……蓉蓉，你叫我什么？蓉蓉。